总裁为白月光开除我这个乡下妻子，1小时后才发现我是集团千亿订单的唯一负责人。他发疯般寻找，我却已坐上出国的私人飞机。第1章，离婚协议与千亿订单。民政局门口，顾衍把离婚协议拍在我面前，白月光临危挽着他的手臂，笑得温婉又挑衅。签了吧，你占着顾太太的位置够久了。顾衍的声音冷得像刀。我拿起笔，利落地签下名字，然后把一份文件递给旁边的助理，通知法务部，兴兰项目的合同流程可以推进了。顾衍眼神骤变，他盯着那份文件，瞳孔猛烈收缩。兴兰项目？你怎么会知道兴兰项目？我站起身，拍了拍裙摆上并不存在的灰，朝他笑了笑。顾总，忘了告诉你，兴兰项目的唯一负责人一直是我。手机响起，我接起来，秘书的声音清晰传来：沈总，私人飞机已经在机场待命，随时可以起飞。我挂断电话，看着顾衍瞬间惨白的脸，轻声道：顾衍，离婚愉快。转身离开。我知道，从这一刻起，他连后悔的资格都不会有。我上车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脱掉脚上那双10厘米的高跟鞋。第二件事是打开手机备忘录，把和顾衍离婚这个待办事项标记为已完成。第三件事是给秘书打电话，让他准备1瓶香槟送到机场。今天这种日子，不庆祝一下说不过去。车子驶离民政局时，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顾衍还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份离婚协议，表情像是被人抽走了3魂7魄。林薇挽着他手臂，嘴巴一张一合，大概在说什么衍哥哥别生气之类的鬼话。但顾衍没理他，他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像一尊裂了缝的雕像。我收回视线，靠近后座，轻轻呼出一口气。3年，整整3年，这场婚姻终于画上了句号。不，准确地说，是我终于画上了句号。沈总，直接去机场吗？司机老陈从后视镜里看我，语气恭敬的和平日判若两人。也难怪，他给顾家开了10几年的车，从前见我的时候，连个正眼都不给。对，直接去。还有，老陈，以后不用叫我沈总，我已经不是顾家的人了。老陈沉默了几秒，低声说：沈总，您永远都是沈总。我笑了笑，没再说话。3年前我嫁进顾家的时候，全城都说我高攀。没人知道，顾衍当初娶我的时候，顾氏集团正深陷资金链断裂的泥潭。是我用兴兰项目的第1期合同给顾氏续了命。但顾衍不知道，他以为兴兰项目是跨国集团 Star 集团给顾氏抛来的橄榄枝，以为是他自己的商业才华打动了对方。他从来不知道，那份合同背后站着的人，是他每天冷眼相待的乡下妻子。这3年，我白天在顾家当贤惠媳妇，给婆婆煲汤，给小姑子辅导功课，给公公熬药。晚上，等所有人都睡了，我才打开电脑，处理 Star 集团亚太区的核心事务。我是 Star 集团亚太区总负责人，手下管着几千号人，经手的资金流超过1000亿。但穿上围裙的时候，我只是顾衍眼里那个上不了台面的乡下女人。这出戏我演了3年，今天终于杀青了。手机响了，是顾衍的电话。我接起来，没说话。沈之意，你在哪？他的声音又急又怒，还带着一丝明显的慌乱。你给我回来，我们谈谈。谈什么？离婚协议已经签了，顾总，咱们两清了。两清？
你什么时候成了星蓝项目的负责人？你和 Star 集团什么关系？你瞒了我3年，你还有脸说两清？我笑出声，顾衍，到底是谁有脸？3年了，你给过我说话的机会吗？我每次想跟你聊聊，你什么态度？沈之意，我累了，别烦我。沈之意，你那些家长里短我没兴趣。现在好了，我走了，不烦你了，你该高兴啊。电话那头沉默了，我继续道，林薇不是回国了吗？你不是说他才是你最想要的人吗？恭喜你，顾总，终于如愿以偿了。我让位了，以后你的生活里再也没有那个满身油烟味的乡下女人了。祝你幸福。沈之意，他几乎是吼出来的，你明知道我和林薇，你和他什么？我打断他，你和他什么都没发生。顾衍，你当我是瞎的吗？过去半年，你和他出双入对，全程都在传你们旧情复燃。你带他参加慈善晚宴，带他见你爸妈，甚至带他去你公司。我什么时候有过这种待遇？你连你公司的门都不让我进，嫌我丢人。现在你告诉我，你和他没什么？顾总，您自己的话自己信吗？他沉默了。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林薇哭哭啼啼的声音，衍哥哥，别跟他说了，她这种女人就是故意要气你。我懒得再听，直接挂断，然后拨了另一个号码。之意，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电话那头一个爽朗的男声响起，带着几分疲惫和如释重负。你知不知道，你那个老公，不是前夫，这3年把你折腾成什么样了？哥早就说了，别嫁他，你偏不信。哥，我错了，我认错认得飞快，所以我现在要投奔你了。你派人在机场接我。接什么接？我亲自去，私人飞机随你调遣。你想去哪？哥陪你去。不用，我想一个人去欧洲待一段时间，散散心，顺便把星蓝项目的收尾工作做完。电话那头叹了口气，行，你说了算。不过我听说顾衍那小子在公司到处找你，都发疯了。你确定不给他一个当面跪下认错的机会？我望向车窗外，夕阳把整座城市染成了金色。这座城市里有我和顾衍生活过的痕迹，但那些痕迹从今天开始都与我没有关系了。哥，你说过一个人的失望攒够了就该走了，我现在就是攒够了。机场 VIP 通道，我走过长长的玻璃长廊，脚下是光滑如镜的大理石地面。我的秘书小杨跟在我身后，小声汇报，沈总，法务部已经收到离婚协议的副本，您名下所有资产已经全部剥离干净，和顾氏没有任何关联。另外 Star 集团总部发来邮件，确认您晋升为全球副总裁的任命下个月正式生效。我点了点头。欧洲那边的行程安排好了吗？安排好了。第1站巴黎，之后去苏黎世参加全球高管会议，然后是米兰，有一个重要的客户约了私人会面，预计行程1个月。很好。通道尽头，私人飞机的舱门已经打开，舷梯旁站着2位机组人员，朝我微笑致意。我深吸一口气，迈步走上舷梯。身后很远的地方，隐约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呼喊声。我没有回头。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透过舷窗看到跑道尽头出现了一个踉跄的人影。他跑得狼狈不堪，西装都跑散了，领带在风里乱飞。顾衍。我望着那个渐渐变小的身影，心里忽然涌上一股酸楚，但很快又平息了。3年的委屈像一杯苦茶，喝到最后反而尝出了一丝回甘。
因为我知道，从今往后，我沈之意的人生不再需要任何人来定义，而我留给他的，只有一个连句号都没有的结局。第2章，3个人的婚姻。我和顾衍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错误。他以为我是贪慕虚荣的乡下女人，用3年时间让我明白什么叫热脸贴冷屁股。但我不是没有给过他机会，我给过很多次，每一次他都用冷漠和嫌恶把机会踩碎。直到那天，他带着林薇回家，让我给他们做饭。我端着一盘清炒虾仁站在餐厅门口，听见林薇说：“衍哥哥，你什么时候和那个乡下女人离婚呀？”顾衍沉默了3秒，说：“快了。”那一刻，我手里的盘子端得很稳，因为我知道该说再见的时候到了。我想了想，还是从头说起吧。3年前，我嫁给顾衍的时候，24岁，他28。顾氏集团最年轻的当家人，全城未婚女性心目中的钻石王老五。而我只是一个从县城出来的普通女孩，本科毕业后在一家外贸公司做小职员，月薪几千块。我爷爷和顾衍的爷爷是旧交，2位老爷子年轻时候一起打过仗，后来各自成家。顾老爷子临终前拉着我爷爷的手说，将来要让2个孩子结亲。我爷爷答应了，于是就有了这门亲事。我爷爷去世后，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算了，没想到顾家老太太突然找上门来，说要履行婚约。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顾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说顾家现在人心散了，需要一个能撑起内宅的媳妇。我想着自己也没什么牵挂了，就答应了。后来我才知道，顾家那时候已经快撑不住了。顾衍的父亲因商业纠纷入狱，顾氏集团濒临破产。顾老太太想借着我爷爷留下的人脉资源，给顾家续命。但她不知道的是，我爷爷留给我的远不止人脉。婚礼很简单，顾衍没有笑过一次。他站在教堂里，穿着一身黑色西装，面色阴沉，像来参加葬礼。我站在他对面，穿着自己花钱买的婚纱，心里五味杂陈。沈之意，我娶你只是因为爷爷的遗命。他说，别指望我会对你好，也别奢望我会爱你。我点头，平静的回答，我知道了，顾先生。他不屑于牵我的手，连交换戒指的时候都把手套戴着。宾客散去之后，他一个人开车走了，把我扔在了酒店门口。我穿着婚纱，站在冷风里，打了半个小时的车才回到家。那时候我就该明白，这个男人的心是石头做的，捂不热。但我还是想试试。我对自己说，既然嫁了，就好好过。也许日子久了，他会看到我的好。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给全家人做早饭。顾衍的妈妈嘴刁，喜欢吃清淡的，小姑子贪嘴，喜欢甜食。顾衍胃不好，饮食要软烂。我一样一样的做，从来没有怨言。顾衍每次回来，热饭热菜总是端到他面前。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默默的收拾屋子，不打扰他。后来顾氏集团度过了危机，顾衍越来越忙，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时候1周见不到1次。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应酬。我发消息，他隔几个小时回一个或知道了。顾家的人开始风言风语。顾衍的二叔说我是吃白饭的，顾衍的表妹说我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不配做顾太太。顾衍从不帮我说话，他甚至不让我去他的公司，说你别来添乱。我忍了，不是因为我软弱，而是因为我觉得顾衍的冷漠有一部分是我应得的。
毕竟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就带着强迫的色彩。他有理由不开心，也有理由不想接受我。但林薇出现之后，一切都变了。林薇是顾衍的大学同学，也是他的初恋。她是豪门千金，长得漂亮，学历又高。大学毕业后去了国外，一走就是5年。我嫁进顾家那年，她正好回国。顾衍和她重逢之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他开始频繁地提到林薇。林薇说，林薇觉得林薇上次推荐的那个餐厅不错。他提起他的时候，眼睛是亮的，语气是柔和的，和面对我时的冰冷完全不同。我假装不在意，我告诉自己，他们只是朋友。顾衍是个有分寸的人，但我错了。顾衍开始带林薇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公司年会、行业论坛、慈善晚宴。他和林薇站在一起，郎才女貌，珠联璧合。全城的记者都在拍他们，标题写着顾氏总裁与林氏千金好事将近。没有人知道顾衍家里还有一个合法妻子。后来顾衍带林薇回家吃饭，那天我本来在娘家，不是，那天我本来想回自己公寓休息的，但顾衍的妈妈打电话让我过去，说家里有客人，让我帮忙做饭。我去了，系上围裙，在厨房里忙了一下午，清蒸鲈鱼、油焖大虾、糖醋排骨、虫草花炖鸡汤，12道菜，我做了4个小时。端上桌的时候，林薇优雅地坐在顾衍身边，用筷子夹起一块虾仁，尝了一口，轻声说：“这个虾仁炒得有点老。衍哥哥，你家的厨子手艺一般呀。”顾衍的妈妈笑着说：“不是厨子，是知意做的。他手艺还不错的，今天可能发挥失常了。”林薇掩嘴一笑，看向我：“原来是嫂子做的呀。嫂子真是贤惠。不过做菜这门手艺还是要靠天赋的，有些人做一辈子也就那样。”顾衍没有看我，他夹了一筷子鱼，低头吃着。我站在餐厅门口，手里端着最后一道菜，听见林薇用撒娇的口吻说：“衍哥哥，我什么时候才能天天吃到你家的菜呀？”顾衍沉默了3秒，然后他说：“快了。”盘子稳稳地端在我手里，清炒虾仁的温度透过陶瓷传递到掌心，热得有些发烫。我走进餐厅，把菜放在桌上，微笑着说：“菜齐了，大家慢慢吃。”我有点不舒服，先回去了。没有人挽留。走出顾家大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站在路边，回头望了一眼那座灯火通明的大宅，每一扇窗户都亮着暖黄的光，照得整栋楼像一座金色的宫殿。但那些光没有一盏是为我亮的。我打开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哥，我要离婚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想好了。”“想好了。”“那我给你安排。”“要多少赔偿？”“不要赔偿，1分都不要。但星兰项目的所有合同我要带走。”我哥笑了，笑得像头捕猎前的豹子。“放心吧，顾衍那小子现在离不开星兰项目，等他知道你是谁，会疯得比3年前还厉害。到时候咱们慢慢玩。”我抬头望着夜空，墨色的天幕上没有一颗星星。“哥，我不想玩了。”我轻声说，“我只想离开这里，重新开始。”第3章，他的另一面。我嫁给顾衍之前不叫沈之意，我叫沈月。沈氏家族第3代掌门， Star 集团亚太区最年轻的执行官。15岁出国读书，20岁拿到双博士学位，22岁接手家族企业，24岁以沈之意的身份嫁进顾家。我本可以活成所有人都仰望的样子，但爷爷说
月月，你要学会隐藏光芒。这世道，女人太耀眼，会招来祸端。所以我藏了3年。现在我不藏了。去巴黎的路上，我做了很多事。我把顾衍所有的联系方式拉黑了，微信、电话、邮件、WhatsApp， 甚至支付宝好友。但拉黑之前，我把他这3年给我发的所有消息都截了图，不多，总共300多条，其中200多条是知道了，在忙。剩下的除了提醒我给他家人准备礼物，就是告诉我他不回家吃饭。我把截图存进一个加密文件夹，取名叫沈之毅死心记录，然后发给我哥，让他帮我保管。我哥收到之后只回了一句，这小子能娶到你，是他家祖坟冒了烟，他居然拿你当保姆使。我回，可能他家祖坟冒的是黑烟。我哥发来一长串哈哈哈。我关掉聊天窗口，打开电脑，开始处理堆积了半个月的工作。Star 集团亚太区今年的核心项目就是星蓝，一个横跨12个国家的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总金额超过1000亿。这个项目从立项到融资到落地方案，全部由我主导。顾衍以为星蓝是顾氏的救命稻草，但实际上顾氏只是我选中的一个合作方，准确的说，是我选中的一块跳板。我本可以直接以 Star 集团亚太区总裁的身份和顾氏合作，但爷爷的一命在先，我不得不嫁。既然嫁了，我就想用最平和的方式结束这一切，所以我选择了隐藏身份，以顾太太的名义暗中推动合作。等故事稳定了，等顾衍对我好一点了，我再找个合适的机会坦白。可我等了3年，也没等到那个合适的机会，反而等来了林威。顾衍不知道，林威的父亲林国栋和顾衍的二叔顾长海私底下有密切的利益往来，他们想利用顾衍和林威的关系，把顾氏集团的核心资产慢慢转移到林家名下。我查过，过去半年顾长海主导的3个项目背后都有林氏资本的影子，而顾衍对此一无所知。我提醒过他，用一种尽量委婉的方式，我说，顾衍，你二叔和林家的关系不简单，你注意点。他当时正低头看文件，闻言头也不抬地说，沈之毅，你一个家庭妇女，懂什么商业上的事？二叔是公司的老人，他有分寸，别整天疑神疑鬼的。我就不说话了。后来林威加了我的微信，每天给我发他的生活照，喝下午茶的照片，做瑜伽的照片，是婚纱的照片，最后一张是他和顾衍的合照，两人靠得很近，林威笑得一脸甜蜜，顾衍虽然没有笑，但眉眼柔和。林威配文，嫂子，衍哥哥对我真好，你说他会不会娶我呀？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回复他，会。林威发来一串问号，我又回了一个微笑的表情，然后退出聊天，打开订票软件，订了一张去欧洲的单程机票。我的助理小杨知道后，整个人都不好了，沈总，您就这么把顾氏拱手让给那对狗男女了？您忘了您为顾氏花了多少心血？我拍拍他的肩，小杨，我在顾氏花的每一分心血都已经折现成星蓝项目的合同了。我走之后，顾氏和 Star 集团的合作会自动终止，到时候他们连哭都来不及。小杨瞪大眼睛，然后笑成了花，沈总，我就知道您不会吃亏。那当然，我沈月什么时候吃过亏？飞机降落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时，晨光正好。我走出舱门，深吸了一口法兰西的清晨，空气微凉，带着不知名的花香。沈总，车子在下面等着了。
机组人员恭敬地说。我点点头，走下舷梯。停机坪上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窗摇下，露出一张俊朗到有些张扬的脸。沈月，你可算来了。我哥沈耀从车里探出半个身子，朝我挥手，快上车，哥给你准备了惊喜。我走过去，毫不客气地坐进后座。什么惊喜？不会是给我安排了一沓男模吧？沈耀的笑容僵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就是随口一说。沈耀兴奋起来，就在酒店等着了。各国都有，你喜欢哪个就留哪个，不喜欢全赶走。哥买单。我扶额。沈耀，你妹妹刚离婚，没心情。沈耀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股肃杀之气。顾衍那小子是不是欺负你了？你跟哥说，哥找人弄死他。法治社会，别天天弄死这个弄死那个。我白了他一眼。你妹妹我有更好的办法。沈耀挑眉。什么办法？我靠近后座，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巴黎街景，淡淡道，我要让顾衍亲眼看着他失去的到底是什么。第4章，顾衍的疯狂。离婚后的第3个小时，顾衍疯了。他冲进 Star 集团驻顾氏的合作办公室，把所有人都赶了出来。沈之毅呢？他人在哪？让他来见我。项目组的员工面面相觑。最后一个小助理怯生生地说，顾总，沈总已经离职了。他负责的所有业务今天凌晨已经全部移交完毕。Star 集团和顾氏的合作正式终止了。顾衍闻言，一拳砸在会议桌上，指节渗出血来。他掏出手机，疯狂地拨打着那个再也打不通的号码。而此刻的我正躺在巴黎的5星级酒店里，敷着面膜，看着我哥发来的监控视频，笑得面膜都裂了。我离开后的3天，顾衍把整座城市都翻遍了。他去了我以前的公寓，发现门锁早换了。他去找我的闺蜜，对方拿出我提前写好的信。他跑去车站、机场、码头，甚至动用了私人关系去查出入境记录，但什么都没查到。我走得太干净了，就像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生命里一样。顾衍大概这辈子都没想到，那个他从来不放在眼里的乡下妻子，会以这样的方式让他彻底失控。我哥给我发了一段监控视频，画面里顾衍站在空荡荡的合作办公室中央，领带松了，头发乱了，整个人像一头发狂的野兽。他抓起桌上的文件夹，狠狠砸向墙壁，纸张散落一地。沈之毅，你给我出来！他的声音从监控里传出来，嘶哑而绝望。他给 Star 集团总部打了几十通电话，要求与星蓝项目负责人直接沟通。总部客服礼貌地告诉他，顾总，星蓝项目已经终止，所有相关工作将由 Star 集团内部团队接手处理。很抱歉，我们无法为您提供更多信息。他又试图联系我哥，但沈耀的秘书只回了一句，沈总在度假，不便接听。有什么事可以留言。顾衍连我哥的面都见不到。我从视频里看到，他坐在办公室的地板上，背靠着墙，脑袋埋在膝盖里。那个画面持续了很久，久到监控自动关闭。我关掉视频，把手机扔在一边。面膜已经干了，贴在脸上有些不舒服。我撕下面膜，走到落地窗前。外面是巴黎的夜色，埃菲尔铁塔在远处闪烁着金色的灯光，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我打开手机，看到顾衍的一个朋友发来的消息，沈之毅，顾衍现在很不好，你回来一趟吧，有什么话当面说清楚，他毕竟是你丈夫。我回复，已经不是了。
对方又发，你真这么狠心？我笑了，打下一行字，狠心。他让我住在佣人房的时候，不狠心。他带着林薇回家让我做饭的时候，不狠心。他说快乐的时候，不狠心。我现在只是离开，已经很温柔了。对方再没回消息。我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爬上床，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我哥给我打了电话，顾衍通过林家的关系找到了我在法国的地址，他可能这2天就会过去。你要不要换地方？我伸了个懒腰，不换，让他来。你确定？他要是跪下来求你，你能扛住吗？哥，你什么时候见我扛不住过？电话那头笑了，行，那我多派几个保镖过去。万一他动手，他不会动手。他要是动手，我有100种方法让他进不了门。我挂了电话，不紧不慢地换好衣服，去酒店餐厅吃早餐。巴黎的早晨很慢，阳光很软，牛角包很香。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一边喝咖啡，一边看一本法语小说。忽然，一道熟悉的身影冲进了餐厅。顾衍，他瘦了很多，眼窝深陷，胡子拉碴，身上那件西装皱巴巴的，像是3天没换。他站在餐厅门口，目光四下扫视，终于落在我的身上。我翻了一页书，没有抬头。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停在我面前。他站在桌边，胸膛剧烈起伏，喘息声重的整个餐厅都能听见。沈之意，他的声音哑得不成样子。我抬起头，对他微微一笑，顾总，好巧，你也来巴黎度假。他一把握住我的手腕，力道大得像要把我的骨头捏碎，跟我回去。我低头看着他的手，又抬头看他，顾总，您这是求人的态度吗？他浑身一震，像是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松开手，但目光死死地盯着我，像要把我钉在椅子上。沈之意，我们谈谈。我放下书，端起咖啡，好整以暇地看着他。谈什么？离婚协议已经生效了，顾总和林小姐的婚事，我也送上了祝福。咱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了，别跟我提林薇。他的声音突然拔高，惹得周围客人纷纷侧目。我挑了挑眉，不提他。那提谁？提你这3年来对我说过的那些话，还是提你让我住在佣人房，不让我去你公司，带我回家给你全家做饭的这些事？顾衍，你想谈哪个？他看着我，嘴唇翕动着，眼中翻涌着复杂的情绪，痛苦、愤怒、茫然、悔恨，全部搅在一起，像一杯打翻的烈酒。我不知道你是星蓝项目的负责人。他艰难地挤出这几个字，如果我知道，我不会那样对你。我笑了，笑得很轻，但很冷。顾衍，你还不明白吗？就算我不是星蓝项目的负责人，我还是沈之意，还是你的妻子。你那样对我，不是因为我的身份，而是因为你根本不懂得怎么尊重一个人。他的脸色惨白如纸。我站起身，拿起包，最后看了他一眼。顾衍，你来巴黎，如果是为了星蓝项目，那你可以回去了。项目已经终止， Star 集团不会和顾氏再有任何合作。如果是为了我顿了顿，声音轻下来，那更没必要了。3年的时间够长了，长到我已经把你从心里清空了。我转身离开，顾衍在身后喊我的名字，声音里带着从未有过的颤抖，但我没有回头。走出酒店大门时，巴黎的阳光正好。我戴上墨镜，嘴角勾起一个弧度。这个城市适合重新开始。第5章，林薇的真面目。顾衍追我到巴黎，又追到苏黎世，但我飞到了米兰。
他像只无头苍蝇一样跟着我的航线跑，却永远慢一步。我哥说他看起来快疯了，我说还没疯，疯了才好看。我哥说你现在这样像极了电影里的坏女人。我笑了，坏女人活得久。我和顾衍玩了1个月的猫抓老鼠，准确的说是老鼠跟着猫的影子跑。他的飞机永远比我晚1班，他到的城市永远是我刚离开的那座。我故意让秘书泄露行踪，然后在他赶到前的半小时登上另一班飞机。如此反复，我几乎逛遍了半个欧洲，而他几乎累死在路上。终于，在米兰的一家小咖啡馆里，我不小心被他逮到了。这一次，我没有跑。顾衍推门进来的时候，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眼里的红血丝像蛛网一样密布。他站在我面前，浑身都在抖，也不知是累的还是气的。沈之意，你到底想怎么样？他的声音沙哑的厉害，像砂纸摩擦喉咙。我慢悠悠地搅动着杯里的意式浓缩，抬头看他，顾总，是您一直追着我不放。应该我问您，你想怎么样？他闭了闭眼，用力吸了一口气，然后坐到了我对面。他的动作有些僵，像是一只精疲力竭的野兽，终于放弃了追逐。我承认，我错了。他开口，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3年，我混蛋，我对不起你。但林薇的事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端起咖啡，啜了一小口。哦，那是什么样？你说说看。他看着我的眼睛，似乎在犹豫。片刻后，他低声道：林薇的父亲和我二叔有勾结，他们想通过我和林薇的关系，逐步控制顾氏。我早就知道了，只是没有声张，想收集更多证据，再一网打尽。我放下杯子，表情不变。所以你带他出席公开场合，让他住进顾家，当着我的面和他卿卿我我，都是为了收集证据。我和他什么都没做。顾衍有些急了，我碰都没碰过他。那些照片，那些传闻，都是他故意放出去的。我之所以不解释，是因为我要让他和他父亲放松警惕。我沉默了。说实话，这个解释我信一部分。顾衍虽然混账，但他不是那种会在婚姻存续期间出轨的人。他的冷漠是真，但他的底线应该还在。这也是我为什么用了3年才决定离开，而不是3个月就翻脸。但这并不改变什么。顾衍，就算你和林薇是演的，那你对我呢？这3年，你对我的冷漠、嫌恶、轻视也是演的吗？你让我住佣人房也是演的吗？你说快了也是演的吗？他的脸色一寸一寸的白下去。他张了张嘴，却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我帮他说，你不是演，你是真的。你打心底里看不起我，你觉得我是你爷爷强塞给你的累赘，觉得我配不上你的身份和地位。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妻子，你只把我当成一个免费的保姆。顾衍，这3年，你不是不知道我委屈，你只是不在乎，因为你觉得我沈之意这辈子离开你就活不下去。他的喉结上下滚动，眼眶里浮起一层水光。他伸出左手，想握住我放在桌面上的手。我轻轻一缩，避开了。他的手僵在半空，然后慢慢收了回去，攥成了拳。我错了。他再次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看着他，心里没有快感，只有一种淡淡的、释然的平静。顾衍，你知道林薇现在在做什么吗？我问。他抬起头，眉头微皱。我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这是过去1年林国栋和顾长海之间的资金往来记录。
他们通过离岸公司把顾氏集团至少15%的优质资产转移到了林氏名下。另外，林薇在3个月前已经和她前男友秘密复合了，她肚子里的孩子不出意外就是她前男友的。顾衍接过文件，手指微微颤抖，他快速翻了几页，脸色由白转青，由青转黑。最后他猛地抬起头，眼底翻涌着滔天怒意，这不可能！林薇他怎么？他不可能骗你！我笑了笑，又从包里拿出第2份文件，这是她前男友的出境记录和酒店开房记录。最近3个月，他和林薇在同一家酒店出现过17次。顾衍，你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顾衍的手指死死攥着那几页纸，指节泛白，纸张都被捏皱了。我不再说话，安静地喝着咖啡，等他自己消化。这1个月，我哥没闲着，他早就把林家和顾长海的底细查了个干净。林薇以为顾衍永远不会查，顾衍以为自己掌控着一切，但其实真正掌控全局的人是我。谢谢。顾衍沉默了许久后，从喉咙深处挤出这2个字。我站起来，拿起包，走到他身边。他下意识抬起头，用那种近乎讨好的眼神看着我。顾衍，我告诉你这些，不是要帮你，是因为这些东西早晚会爆出来，我提前给你提个醒，省得你死得太难看。我低头看着他，但你和顾氏的事，从今往后与我无关，别再来找我了。我是认真的。我迈步走向门口，身后顾衍的声音传过来，带着最后的挣扎。沈之意，如果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是谁，结果会不会不一样？我停住脚步，没有回头。顾衍，如果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谁，你就不会让我住在佣人房。但你会不会爱我，又是另一回事了。而我沈之意要的从来不是一个因为身份才对我好的男人。我推开门，米兰的阳光倾泻而入，所以没有如果。第6章，公开身份。1个月后， Star 集团全球高管峰会在苏黎世举行。我以全球副总裁的身份出席，发表主题演讲。台下坐着来自全球各地的顶级商界精英，包括顾衍。他坐在第3排，仰头看着我，目光复杂的像是打翻了颜料盘。我穿着黑色高定西装，从容不迫地讲完最后1个字，全场掌声雷动。散会后，顾衍堵在走廊尽头。沈之意，不，沈月。他开口，声音里带着某种认命般的叹息，你赢了。我输得心服口服。我笑了笑，顾总，这不是输赢的问题，这是我本来的样子。他看着我，像是在看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梦。苏黎世的天空很蓝，蓝得不太真实。Star 集团全球高管峰会在班霍夫大街尽头的会议中心举行。会场外飘着几十面不同国家的旗帜，安保级别高的惊人。我站在休息室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穿梭的黑色轿车，心里一片宁静。小杨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会议流程表。沈总，您的演讲安排在下午2点半，之后有一个自由交流环节。顾氏集团的顾总也参加了本次峰会。我嗯了一声，继续看窗外的风景。小杨犹豫了一下，说，顾总通过主办方关系递交了3次见面申请。沈总，要见吗？我转过头对他笑了笑，不急，等他听完我的演讲再说。峰会开始后，我坐在前排嘉宾席，顾衍坐在第3排的位置。从我一进场，他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我。我能感受到那道灼热的视线，但我没有回头。
有些人只适合留在视线之外。轮到我的时候，主持人用流利的英语介绍，有请 Star 集团全球副总裁、亚太区首席执行官沈月女士为我们带来关于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主题演讲。我站起身，在掌声中走上舞台，全场的目光聚焦在我身上。我穿着剪裁利落的黑色西装，头发梳成低马尾，妆容精致而不过分，从容、自信、游刃有余。这是我23岁以后第一次以沈月的身份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讲了40分钟，从全球能源格局的变革到星蓝项目的战略价值，从技术创新的突破口到跨区域合作的未来前景。全程脱稿，没有一句废话。台下的人听得聚精会神，包括顾衍。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目光死死地盯着我，像是一个溺水的人在注视渐渐远去的海岸线。演讲结束，雷鸣般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我微微欠身走下舞台，主办方的几位高管迎上来，和我握手寒暄。我微笑着应对，目光扫过人群，恰好对上顾衍的眼睛。那一瞬间，我读到了很多情绪：悔恨、痛苦、震撼、不甘，以及一丝深不可测的、几乎灼人的爱意。我移开视线，继续和其他人交谈。散会后，我走出会场，顾衍不知从哪冒出来，堵住了我的去路。沈月。他开口，不叫沈之意了。这意味着他已经完成了认知上的转换。他清楚地意识到，眼前的这个女人和那个乡下妻子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人。我停下脚步，看向他：顾总，好久不见，你的脸色比上个月好多了。他苦笑了一下：你不用讽刺我，我知道现在的我没有资格站在你面前。我挑了挑眉，没说话。他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奇异的平静，像是经过了1个月的痛苦挣扎后，终于接受了某种现实。沈月，我输了。心服口服。他说：你比我强，强得多。这3年是我有眼无珠，我不配做你的丈夫，也不配做你的合作伙伴。你离开我是对的。他的声音很稳，像是背了很久的稿子，但攥在身侧的拳头出卖了他，指节发白，微微发颤。我看着他的拳头，忽然有些想笑。顾衍，你追我到欧洲，追了1个月，就是为了说这些？他沉默了一会儿，松开拳头，苦笑更深了。不只是这些，我还想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从沈月和顾衍开始，没有婚约，没有强迫，没有任何干扰。我看着他，平心而论，顾衍长得真的很好看，即便现在这副消瘦憔悴的模样，也依然有一种落魄贵公子的迷人。要是放在3年前，听见他说这种话，我可能会毫不犹豫的点头。但现在，我只觉得心里波澜不惊。顾衍，你还没准备好。重新认识，意味着你要接受一个事实，我不再是那个为你洗衣做饭、随叫随到的沈之意了。我是沈月，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圈子、自己的生活。我不可能再围着你转了。他急切的点头，我知道，我接受。你忙你的，我追我的，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那如果追不上呢？我打断他。他愣住。如果追了很久，我还是不回头，你怎么办？我问。他咬紧牙关，从喉咙深处挤出一句话：那我就一直追，直到你停下来。我笑了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顾总，我还有个会。你的话我会好好考虑的，不过我也要送你一句话。他屏住呼吸，等着。我沈之意曾经给过你3年时间
3年里，你连一个拥抱都没给过我。现在你想追我，凭什么让我相信你会不一样？顾衍，嘴上说说过瘾，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转身离开，高跟鞋敲击地面，发出清脆的声响。身后没有脚步声追来，但我知道顾衍会跟过来的，不是现在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他那种人一旦认准了，就不会放弃。可惜啊，顾衍，你认准的时间迟了3年。第7章，顾氏危机。林国栋和顾长海终于把顾氏推进了火坑。他们联手做局，把顾氏最核心的地产业务抵押给了海外空壳公司，套走了大量现金。等顾衍回国时，顾氏已经千疮百孔。董事会逼宫，股东撤资，媒体爆出顾氏涉嫌财务造假的丑闻。顾衍被推到了悬崖边上，所有人都觉得顾氏完了。我坐在伦敦的办公室里，看着满屏的新闻，轻轻敲着桌面。小杨问：沈总，我们要出手吗？我笑了笑，不急，让他多疼一会儿。顾氏集团的危机来势凶猛，先是林国栋控制的几家海外基金突然抽走了对顾氏的投资，然后顾长海主导的几个项目被爆出巨额亏损，接着是财务造假的内部文件出现在媒体的邮箱里，一环扣一环，像是被人精心设计好的绞索，越收越紧。顾衍回国后被董事会围剿，股东们要求他引咎辞职，银行冻结了顾氏的部分授信额度，供应商开始催款，股价连续跌停。顾衍给我哥打过几次电话，想借 Star 集团的渠道周转，我哥没接。他又通过无数中间人找到我，希望我看在往日情分上帮忙。我让小杨回了一句话：沈总在开会。小杨问我：沈总真的不帮吗？顾氏要是倒了，整个产业链上几十万人都会受影响。我翻着文件，头也不抬，会帮，但不是现在。那是什么时候？我停下笔，看向窗外。伦敦的天空灰蒙蒙的，细雨敲着玻璃窗，像一首绵长的絮语。等他把该认的人认清楚，该受的苦受够了，我再出手。到那时候才能一劳永逸。小杨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顾衍确实在受苦，他没有像别人那样去跑关系，求爷爷告奶奶。他选择了最笨也最硬的办法，死扛。他抵押了自己的房产和股票，拿出全部身家来填公司的窟窿。他辞退了顾长海及其党羽，亲自飞往各地安抚供应商。他每天睡在公司，吃泡面，熬夜开电话会，整个人瘦得不成样子。我哥说，顾衍像是脱了一层皮。我说，那层皮3年前就该脱了。1个月后，顾氏的情况更糟了。林国栋放话，只要顾衍愿意娶林薇，林氏资本可以注资50亿，帮顾氏渡过难关。这个条件足够诱人。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和苏黎世的老客户在吃晚餐。客户笑着说：沈总，您前夫现在成了豪门圈的笑柄，前有林氏逼婚，后有董事会逼宫，不少人都等着看他的笑话呢。我优雅地切着牛排，微笑，他的笑话只能我自己看，别人看得先买票。客户哈哈一笑，不再多言。当晚我做了个决定，小杨联系顾衍，告诉他明天上午10点，我要在伦敦塔桥旁边的那个咖啡馆见他。小杨眼睛一亮：沈总，您要出手了。我轻轻搅动着面前的餐后咖啡，嘴角弯起一个好看的弧度。不，我要先看看他愿不愿意再做一次我的对面。第2天上午10点，
我准时到了咖啡馆，顾妍已经在那了。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穿着一件旧旧的深蓝色衬衫，胡子刮得很干净，但眉宇间的疲惫遮掩不住。看到我的那一刻，他站了起来，动作有些局促。我走过去坐下，开门见山：顾妍，顾氏的情况我了解了，你现在有2个选择：一，娶林薇，拿林氏的投资保顾氏；二，接受 Star 集团的条件，让出25%的股权，由我方主导重组。你选哪个？他看着我，久久没有说话。我端起咖啡，等着。半晌后，他开口，声音沙哑却坚定：我选第3个。我挑眉，说来听听。我谁也不靠，靠我自己，把故事做起来。我放下咖啡杯，认真的看着他，他的眼神里没有绝望，也没有疯狂，只有一种沉淀之后的力量，像一块在暗夜里被反复打磨的石头。你确定？顾氏现在离破产只有1步之遥。我确定。他看着我，一字一句：沈月，我不会再依靠任何女人。如果我连自己的公司都保不住，我有什么资格站在你面前？我沉默了。这一刻，我心里某个很久没被触动的地方轻轻动了一下。我拿起手机，拨了个号码。哥，顾氏的重组方案可以启动了。对，以 Star 集团亚太区战略投资的名义，20%股权，不控股，但保留1票否决权。让法务部准备合同，3天之内交割。挂断电话后，我看向目瞪口呆的顾妍，淡淡道：20%股权，合理价位。顾氏还撑得住，这钱不是白给的，你要用5年的时间，连本带利还给我。顾妍，你敢签吗？他看着我，眼眶慢慢泛红，然后他笑了。沈月，这条命都可以给你。合同我签。第8章重新开始。顾氏重组成功后，顾妍把林国栋和顾长海的所有犯罪证据移交给了司法机关。林国栋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批捕。林薇的前男友得知她怀孕后，火速跑路，连机票都没给她留。林薇挺着肚子跑到顾妍公司门口，哭着求复合。顾妍让人把她拦在门外，只说了一句：我顾妍这辈子只爱过一个女人，那个女人被我弄丢了。我坐在车里，听到这话，嘴角微微翘起。顾妍转身看到我，大步走过来，隔着车窗，带着满身的狼狈和满眼的专注，对我说：沈月，给我一个机会，这次换我来追你。顾氏重组后的第1个月，顾妍忙得几乎没合过眼，但他每天都会给我发一条消息，不多，就1、2句话，从不越界。今天开了5个小时的会，喝了4杯咖啡。想到你以前说我胃不好，少喝咖啡就停了。小杨说你明天去新加坡，那边热，注意防晒。我学了一道菜，芦笋炒虾仁，等有机会做给你吃。我偶尔回个偶尔回个知道了。顾妍像是从中获得了极大的鼓励，发消息的频率更高了，内容也从日常汇报慢慢变成了碎碎念。今天路过我们以前住的那条街，想起你种在阳台上的那盆茉莉花。我搬回了老宅，那盆花还活着，我每天浇水，等你回来看看。公司一个员工说他老婆怀孕了，我批了他3个月带薪假。我以前从没想过，男人也可以为家庭做到这样。我以后会是个好丈夫吧？我盯着手机屏幕，忍不住笑了。这男人追起人来笨拙的可爱。我哥看到后气不打一处来：沈月，你不会这么快就心软吧？他折磨你3年，追你3个月，
你就原谅了？还有没有点骨气？我拍拍他的肩，哥，我没原谅，我只是允许他重新开始追求我。至于追不追得上，看他的诚意。我哥哼哼，我看悬。这小子笨死了。换做我，直接买下全球所有花店的茉莉花，空运到你家门口。我摇头，所以你是单身狗，不懂什么叫细水长流。我哥扎心了。顾衍追我的方式确实算不上浪漫，他只会做那些最笨拙、最不起眼的小事。我出差，他提前查好目的地的天气和饮食，发一份详细的攻略给我。我熬夜开会，他订一份热粥送到我酒店房间门口。我心情不好，他不说废话，就发一段他种的那盆茉莉花的视频。那盆茉莉花是我3年前种在佣人房窗台上的。他说它开花了，你回来看看，很香。我盯着那段视频看了很久，那几朵白色的小花在风里轻轻摇摆，像在说一句藏了很久的对不起。3个月后，我回国了。飞机落地那天，顾衍来机场接我。他没有穿西装，就一件简单的白 T 恤和休闲裤，站在出口处，手里拿着一小束茉莉花，花瓣上还沾着水珠，像是刚摘下来的。我走到他面前，他有些紧张，花递过来的时候手指在抖。你回来了。我接过花，低头闻了闻，香，清浅而绵长，和记忆里的味道一样。顾衍，你有没有想过，我可能不回来了？他的脸白了一瞬，然后认真地说，那我就在机场等到你回来为止。我看着他，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男人，如今站在我面前，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傲气。他的眼睛里只有一个女人和一朵小小的茉莉花。我伸手轻轻弹了弹他额前的刘海，走了。我饿了，带我去吃饭。他先是一愣，然后笑容从嘴角炸开，像雨过天晴后破云而出的阳光。好，你想吃什么？我预定了7家餐厅，就怕你到了不知道想吃什么。你选。我笑着摇头，7家。顾总，您现在不是负债累累吗？这么铺张？他耳根微红，低声道，欠你的再多都不算铺张。我没说话，但嘴角一直翘着。这个人好像真的不一样了。第9章，来日方长。顾衍追了我整整半年。这半年里，他重新整顿了故事，还清了部分债务，还把公司的业务方向调整到了新能源和中医药科技上。所有人都说顾衍变了，他不再那么冷，不再那么不可一世。他学会了低头，学会了温柔。有一天，他忽然跑到我的办公室，气喘吁吁地拿出一份文件。沈月，我把我在顾氏剩下15%的股份全都转到了你的名下。我愣住了，他看着我，认真的不能再认真，这是我能拿出的全部了。沈月，我用我的全部换你回来，你愿意吗？我低头看着那份股权转让书，又抬头看他。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此刻站在我面前，额头满是汗，双手攥得死紧，像是等待审判的囚徒。顾衍，你傻不傻？他点头，傻，但只对你一个人傻。我叹了口气，把文件推回他面前。我不要你的股份，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他屏住呼吸，你说。我笑了，以后我做饭，你洗碗。他愣住，然后笑了。那个笑比茉莉花开得还好看。日子过得比想象中快。顾衍追我的这半年，我反而成了被照顾的最好的那个人。他知道我胃不好，就学着熬各种养胃的粥。
他知道我怕冷，就把我办公室的空调温度调得恰到好处。他知道我喜欢茉莉花，就让人在我办公室的阳台上种了满满一排。他不再说我很忙，别烦我。每次我出差回来，无论多晚，他都会出现在机场出口，手里拿着不同的花，有时候是茉莉，有时候是百合，有时候是一小把路边买的野雏菊。我问他，顾总，您不忙吗？他说，再忙，接你的时间也要留出来。我嘲笑他，顾氏现在这么闲了吗？他认真回答，顾氏现在有职业经理人团队，我少盯一天，公司倒不了。但你少看一眼，我怕你就不要我了。我摇摇头，觉得这个男人没救了。但他说的也不全是玩笑。顾氏经过重组后，管理架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顾衍不再是那个事必躬亲、大权独揽的独裁者，他学会了放权，学会了信任团队。这一点比我教他做菜还难。他的改变，所有人都看得见，但我还是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名分。我哥急了，沈月，你俩什么时候复婚？我慢悠悠地翻着书，急什么？他追得挺开心的。你开心了，他呢？你知不知道，顾衍那小子每次看到你都像饿狼看到肉，都快憋出病来了。我笑得差点把书掉地上。哥，你这什么破比喻？我哥哼哼，总之你赶紧给个准话。人家好歹一个集团总裁，天天围着你转，全程都看着呢，你好歹给点面子。我合上书，认真想了想。这天晚上，顾衍约我在江边散步。晚风很软，江面上倒映着两岸的霓虹，像是撒了一河的碎金。我忽然停下脚步，顾衍也跟着停下，紧张地看着我。顾衍，我问你个问题。你问。如果我没有星兰项目负责人的身份，也没有沈氏家族的背景，我只是那个会做饭、会种花的沈之意，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对我吗？他沉默了。江风吹乱了他的额发，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温柔而坚定。会。我不说话，等着他的下文。他深吸一口气，像是要把胸膛里所有的话都倒出来。其实很早之前，我就知道自己错了。不是因为你是什么身份，而是因为我发现，我习惯了你做的饭，习惯了你每天早上放在床头的温水，习惯了你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你去买菜的背影，你晾衣服的样子，你坐在阳台上看书的侧脸，我其实都记得。只是那时候我不肯承认，不肯承认自己爱上了一个乡下女人。这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他说完，低下了头，像在等待判决。我看着他，慢慢走上前，伸手握住了他的手。他猛地抬头，眼底有不可置信，又带着小心翼翼的惊喜。顾衍，我们复婚吧。他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了一样，僵在原地。过了好几秒，他才回过神来，然后一把把我抱起来，在江边转了无数个圈。沈之意，不，沈月，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拍他的肩膀，放我下来，再转我要吐了。他不放，他把我抱得紧紧的，下巴抵在我的头顶，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沈月，谢谢你，谢谢你还愿意给我机会。我环住他的脖子，把脸埋进他的颈窝里。顾衍，丑话说在前面，你要是再对我不好，我就把你卖到山区去挖煤。他笑着，声音低沉而温柔。好，我要是不好，你把我千刀万剐，我绝无怨言。第10章大结局。复婚那天没有大操大办，我们只请了双方的至亲好友，
在郊外的一座小庄园里办了一场简单的仪式。我穿着一条白色的棉布长裙，头上别着一朵茉莉花。顾衍穿着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笑得像个刚谈恋爱的少年。他说：“沈月，3年前我牵你的手时，心里想的是这个婚我不想结。今天我再牵你的手，心里想的是这个婚我想结一辈子。”我仰头看他，眼睛里含着笑。顾衍，那你可要说话算话。我说话算话。他低头轻轻吻了我的额头。满园的茉莉花在风里轻轻摇晃，像极了一场迟来了3年的春天。复婚之后，我把沈之翼这个名字留在了过去，正是以沈月的身份接管 Star 集团全球业务。顾衍也把故事带上了正轨，和 Star 集团达成了深度战略合作，夫妻联手，天下无敌。半年后，林国栋因经济犯罪被判入狱15年，顾长海因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多项罪名被判了10年。林薇在父亲入狱后，一个人生下孩子，带着去了国外。据说她前男友把孩子扔给了她，自己跑得无影无踪。我没有落井下石，对林薇，我甚至没有多问一句。她的人生自有她的因果。顾衍知道后，只说了一句：“他曾经是我喜欢过的人。谢谢你，没有赶尽杀绝。”我笑了，你倒是挺念旧情。他揽住我的肩，亲了亲我的头发。对别人念旧情，对你是余生。我懒得理他的土味情话，低头继续处理工作，但嘴角还是忍不住翘了起来。日子就这么过着，不轰轰烈烈，但它是温暖。顾衍学会了做饭，虽然味道一般，但胜在态度端正。他还会在我加班的时候给我泡蜂蜜水，在我出差的时候给我整理行李。他说：“以前欠你的，我用一辈子慢慢还。”我说：“那你可得还久一点，别半途而废。”他笑着把我拉进怀里：“不会，这一辈子不够，就下辈子继续。”我靠在他胸口，闻到他身上淡淡的茉莉花香。那盆茉莉花被我们搬到了新家的阳台上，开得一年比一年茂盛。阳光透过纱帘洒进来，落在我们交握的手上。窗外的风轻轻吹过，带来满室的芬芳。沈月这一生终于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而那个曾经让我心死的男人，兜兜转转还是学会了珍惜。如此便好。全文完。